第4课，如何开始进行1对1领人归主。 David 是个信主多年的基督徒，圣经知识扎实，服事经验丰富。他很想带领自己的同事 Jack 信主。 Jack 是个看似无神论的人，但每次公司有同事遇到重大挫折，他总是第一个伸出援手。有一天 David 终于鼓起勇气邀 Jack 喝咖啡，打算好好聊聊信仰。咖啡端上来后， David 开场就是 Jack， 我想跟你谈谈人生最重要的事情，就是你灵魂的归属。 Jack 先是一愣，然后笑笑说，我对宗教没什么兴趣。接下来的45分钟，David 用尽各种经文、见证、逻辑推理，但 Jack 只是微笑点头，礼貌地听完，最后回了一句，谢谢你关心我。咖啡喝完了，话也说了，但关系似乎还停在原地。 David 的心里明白，他可能太急了。这个场景对很多成熟基督徒并不陌生，我们渴望别人得救，却常常在第一步就卡住。要怎么自然、真诚又不失果效地开始1对1领人归主？为什么开始这么难？对成熟基督徒来说，困难往往不是不懂福音，而是不知道怎么开启对话。原因可能有：一、怕破坏关系，如果他觉得我在传教而疏远我怎么办？这种顾虑让我们迟迟不敢开口。2、怕被拒绝，拒绝本身不可怕，但我们常把它当成失败，忽略了神的时间与工作。3、不知从哪切入，明明话题很多，但要从日常转到信仰，常觉得突兀，就像聊天突然从天气跳到末日预言。然而圣经从未要求我们用最完美的开场才可以分享福音，而是要随时预备好温柔敬畏的回答。彼得前书3章15节，关键不是技巧，而是心态与关系的累积。自然开启1对1福音对话的3个关键：一、先建立信仰，再引入信仰。真正的关心不只是为了有机会传福音，而是发自内心爱对方。当对方感受到你的真诚，他才可能愿意在1对1的谈话中打开心门。Sophia 是位设计师，她的客户小丽在一次合作中因家庭问题而情绪低落。Sophia 没急着分享福音，而是先关心、聆听，甚至帮她临时调整设计档案，减轻她的压力。2个月后，小丽主动问，你怎么有那么多耐心和善意？这时 Sophia 很自然地分享了信仰。重点，真诚的陪伴是开启对话之门的钥匙。2、从对方关心的议题切入。耶稣与撒玛利亚妇人的对话就是从打水开始，逐渐引向活水。例如，如果对方刚经历亲人离世，可以从你最近还好吗引到我自己也经历过失去亲人的痛，那时是信仰支撑我走下去。David 如果在咖啡厅不是直接谈灵魂归宿，而是先问 Jack 最近对生活的想法，可能会有完全不同的效果。重点，福音是对人生问题的回应，但要先听见对方的问题。3、用邀请取代强推。有些基督徒开场像在突袭检查，让对方感到压力，但用邀请的方式会让人更容易接受。例如，最近我在读一本让我很受启发的书，里面谈到关于人生的价值观，我想找人一起聊聊，你有兴趣吗？或教会下礼拜有一个关于如何面对压力的讲座，我觉得你可能会喜欢。
要不要一起去？这种方式给对方空间，没有被逼的感觉，也为后续一对一的深谈创造契机。耶稣的榜样，先接触再引导。耶稣在传福音时，很少一上来就直接说教，他先进入人的生活情境，建立对话，然后才揭示真理。尼哥底母先承接他的赞美，再带入重生的真理。约翰福音3章，撒玛利亚妇人从你给我水喝到我有活水。约翰福音第4章，税吏撒该先说我今天要住在你家，再谈生命的改变。路加福音19章。这些例子提醒我们，一对一领人归主的开始，应该像邀请进家门，而不是闯进客厅。从日常互动到属灵对话的桥梁，很多时候日常生活就是一座天然的桥梁，我们只需要敏锐抓住机会。生活中的转折点，毕业、换工作、结婚、生病、失去亲人，这些时刻，人往往更愿意思考生命意义。共同的兴趣或经验，共同点会拉近距离，比如运动、旅游、美食，这些都能成为对话的起点。对方的提问，如果有人问你为什么每周日都去教会，这就是天赐良机，千万别只是回答因为我习惯了，而是抓住机会简单分享信仰的核心。Jason 是位工程师，和同事 Mark 合作多年，但从未谈过信仰。某天 Mark 因压力过大而突然在办公室情绪崩溃。Jason 当下没有讲一堆圣经知识，而是默默陪他走到咖啡厅，听他倾诉。3天后， Mark 主动说，你那天的陪伴让我想到你信仰的力量，你愿意告诉我更多吗？这次对话成了 Jason 一对一分享福音的起点，重点不是 Jason 多会讲，而是他先做了一个爱的见证，才有后面的真理对话。3个应该避免的常见误区。急于求成，想一次对话就带人觉志，忽略了神在对方生命中的节奏。用专业术语，太多赎罪、称义等术语，对慕道友来说像外星语，要用生活化的表达。忽略后续关心，开始了对话却没有持续跟进，会让对方觉得你只是完成任务，而不是真心关心。结语，开始的勇气。一对一领人归主，不是靠完美的开场，而是靠真诚的爱与持续的陪伴。当你踏出第一步，可能对方没有立即回应，但你已经在他生命中播下了种子。记得，主的工作常常在我们看不见的时候进行，我们只是器皿，神才是让种子发芽的主。